我闯入了一个曾经用人头换丰收的部落，不是什么景区。如果我不能通过眼前的关卡，故事就此止步。在中国真的存在这样的部落，将砍人头的习俗坦荡荡展示给人看。他们说自己是暴脾气，喜欢黑色，崇尚力量。这里仿佛运行着另一套生存法则。窗外有一个路牌，写着“注意熊出没”。现在行驶在边境公路上，离缅甸那边特别近，晚上感觉特别的荒啊。在到达的那个夜晚，毫无准备的我就被推向了原始野性的大门。这就是阿瓦善，不给到访者任何缓冲。这里算是我见过最野性的县城，连医院都挂牛头，外墙上全是牛头，装饰了很多的这种茅草。它和我以往见过的县城都不一样。这里是云南省普洱市的西蒙佤族自治县，路边的医院、餐馆、住房和别处千篇一律的县城不同，这好像有藏不住的野性，快要溢出来。马路中间有个这个标识，这是个啥意思？难道是要这样过马路吗？最先告诉我，可怕的砍人头习俗曾真的存在的，就是这些像藏着密码的话。一群拿着武器的人在狂欢，有2个人抬着一块板子，上面躺了一个人。那躺在上面那个人是怎么了？他肯定不可能是吃了菌子吧？解放之前，他是处于一个原始社会的。阿瓦善这个位置也比较封闭，外人也不怎么敢进来。你只要敢进来，直接给你咔嚓。所以说，佤族人在以前古时候是怎么样生活的，是很少有人知道的。这是崖画，解放前佤族没有文字，他们把重要的东西刻在崖壁上。崖画就是佤族的历史书。画面正中间的这个场景，我觉得就是人头祭祀的场景。右下角那个东西，我觉得它就是人头庄的样子。解放前没有文字，也没有法律，没有警察，他们用最直接的方式维护秩序，砍人头。能看出佤族人以前的房子大概是什么样子。我突然意识到，这些最久远的能追溯到3500年前的线条，并不是古老的尘封的传说，而是他们几十年前还在重复的生活日常。在阿瓦善，时间是流动的，也是静止的。我不想只看石头上的历史，于是我决定随机走进一个佤族寨子，去试着接近人头祭祀背后的更多真相。这都哪儿来了？都到边境通道了，这不会一会儿要出国了吧？村里人说这里已经是中缅边境了，10多公里外的邻村就属于缅甸佤邦。国境线两边生活着语言、文化、习俗相通的佤族不同部落。放在以前，我这样的外族人来这个地方，那是相当危险的。听到有人唱歌，唱得好好听哦，去看一下。没想到迎接我的是这样的场面，佤族的热情直率果然名不虚传。这边家家基本上都有水酒。像是你们是不是从小就开始喝？对啊，喝这个长大的，可以说是你会喝水了就开始会喝酒。哦，他背着小孩嘛，然后人家会给他喝一口，他都会第一先给小孩尝一口。哦，所有人都看着我，这哪是一杯酒啊，明明是通行证。我只能拿出压箱底的实力。OK， 过关。这才是我进入佤族世界的真正开始。佤族的那个人头祭祀是真的有吗？真的，真的，以前是真的有。反正我们还小的时候，应该是就是他们专门做祭祀的地方，就是专门挂人头的地方，它都会有木骨这些。旁边接的狗一般不会有人去吃。会害怕吗？看到那种？那肯定呀。佤族水酒后劲儿大，夜风一吹，我很恍惚，眼前的一切好像既虚无遥远，又真实可触碰。现在天黑了，看看缅甸离我现在有多近。画面中间这个亮灯的地方就是缅甸佤邦了。直到村里一位老人的话打破了我的恍惚，直接让我明白什么是野性背后的历史真相。您今年多大年纪？60了。像你们小时候就有没有听长辈们说这些故事？说啊。那像比如说人头祭祀，它是有一些什么样的讲究啊？老人狂的就是互相记仇，因为佤族他是臭脾气，有一些地方，他们想抢劫，看你有钱，在半路上，把你杀掉。那么这个寨子的人就是很生气，你为什么杀我的人？要摇起来，去报仇，把他们的头砍回来，弄到那个人头桩上面，才放在那个桩子上面。让人家来看，人家才怕。那佤族是不是比较强的那种，比较厉害那种？是佤族，很厉害，因为他不怕死。要是你不去看，人家就
说是你这个存在里面太弱了，重点的要让人家害怕我们，让人家知道我们这么厉害。在原始的丛林里，能让别人恐惧才是自己的安全感。解放前，佤族地区砍人头祭祀习俗普遍存在，他们相信有一位看不见的古神掌管着粮食的收成，于是，在祭古神的节日上，用头颅向古神祈求丰收。部落间砍人头复仇，让外人害怕忌惮，是一种生存危机下的主动防御。用人头换丰收，就是一种生存危机下的主动进攻。那一刻，我理解了，如果把野性简单等同于野蛮，那是一件多么傲慢的事。截止上世纪50年代，最后一次砍人头祭祀结束，这一习俗消失。60年前，没有外人敢来到这里。如今，每一颗牛头的位置，当年都是一颗人头。在佤族的圣地里，阳光穿透不进来，大白天里，我觉得还是冷飕飕的。那种厚重的肃穆与压抑，让我每走一步都小心翼翼。佤族世代居住在中国云南西南部以及接壤的缅甸边境地区，他们称之为阿瓦山。山地农耕面积少，加上长期与傣族、拉祜族等多民族共存，生存的压力非常大。解放前生产力水平相对低下的佤族人，需要更多的力量支撑才能繁衍生息，所以砍人头也是他们在山林间进化出的野性生存哲学。这个是什么呀？红肉。这个是什么动物的肉？猪肉。这是用猪血处理的。猪血是吧？哦，这样拌着就可以吃吗？可以吃，生的这个。生的呀？生吃的。啊，生吃的。野性并没有消失，而是藏在了生活的细节里。这是个什么形状？这个形状真是感觉吃起来特别的不体面啊。这个就是糯米做的，吃起来应该是很饱腹啊。看他们中午出去干活，带几块这个粑粑，应该就挺饱肚子。各种生食、野菜、烧烤等，依旧是今日佤族人非常喜爱的日常食物。佤族人爱穿黑色，佤族织锦就有红黑色为标志性色调，搭配佤族人健康的肤色，有种特别的张力。看一场佤族女孩跳的甩发舞，更是让我心情激荡。这活力四射的氛围，简直像一缕阳光，再低落的情绪都会被照亮。离开阿瓦山时，云海出现了，它像是一道会自动合上的大门，把那个野性世界关在了门后。有人说佤族是最后的野性世界，在我看来，野性并不是贬义，虽然有害人的历史，但无需用特殊的眼光去看待，那是整个人类的来时路。野性它意味着鲜活、恣意、有生命力。不被规训的阿瓦山如同一团清新空气，在一切都被算法、规则框定好的时代里，显得无比珍贵。